Hello，大家好，我是大碗。Hello，大家好，我是文。大家觉得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不是我的频道吗？No，对，其实确实啊，这个是大碗的频道，没有，不是。因为大家可能每次看到在镜头前面的是我，但是呢，大碗每次都会在镜头后面，他会帮我拍，然后呢，他会帮我剪辑，他会帮我修音。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的声音不是很清楚，或者是有杂音、有噪音，然后呢，他需要帮我们修音。其实后面有很多很多工作都是大碗在做，他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大碗的频道。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个频道做成一个美食频道，可能。所以我们有很多美食的内容啊。对，所以今天我们又去吃了一个美食。对，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是这个角度拍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现代的地方，我们在一个河边，然后呢，没有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可以放我们的相机，然后可以平着拍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手机放在地上，然后来拍。所以现在这是个俯视的画面。对，就希望大家不会觉得这个角度太奇怪，有点吓人。对，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面有一条河，我们就坐在河边，看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后面有一条河，然后时不时的可能会有一些老爷爷，他们拿着那个钓鱼竿在我们后面走。亮马河其实在5、6年前还是一条比较脏的河，但是呢，5、6年前可能是疫情期间，他们治理了一下，然后亮马河现在特别干净，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有人在里面游泳、划船，然后呢，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一些人在河边钓鱼。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就现在最近好像这2年北京挺有名的地方。对，很有名，我很喜欢来这边。你之前经常来这里吗？对，我之前我在这个附近上课，所以呢，我经常来这边。是因为这附近外国人很多吗？对，这个附近有很多使馆，然后呢，还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我是2009年开始教汉语的，然后从2009年到2014年，我经常在这个附近上课。这边有很多使馆，然后呢，还有很多外国的公司。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边呢？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中午在附近吃了一个寿司。对，我们去吃了一顿日料。那我们为什么吃日料呢？因为过2天我就要过寿了。过寿的意思是过生日，但是大家不要听大碗的啊。首先第一，我不是一个教对外汉语的老师。对，大碗他只是帮我们剪辑，但是呢，他不是老师，他没有教课的经验。然后我就是一个母语者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常常跟我说，老师，我能听懂你说的话，但是呢，我一出去我就听不懂别的中国人说的话了。对，好，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就可以看看接下来的，比如说5分钟、10分钟，你能听懂我说多少话？那你得说慢一点。行，我说慢一点。其实我想想也是，如果学生他们去外面跟别的中国人交流的话，有多少个人是老师呢？其实大部分都不是老师。那其实有很多中国人说话是有口音的，他们可能是不同地方的人，然后不同的地方的人说话呢都有不同的口音，就是可能他们用的词跟我用的词不一样，我们说用词习惯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口音也会不一样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来了北方之后，我发现我的南方的口音还是比较重的，就是我会自己的明显的感觉到，就北方人说话跟南方人说话有很多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很重的口音。没有吗？我觉得你的普通话挺标准的。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有口音，就是因为你们是专业的老师，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然后就是可能你们专业的老师，你们的吐字会更加的清晰，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母语者，有时候我们说话说快了的话，我们就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把话连读，或者是说快了之后有一些东西我们会省掉。对。其实英语也是这样的呀，我跟英语母语者或者是口音重一点的人说话，我其实也很难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还有就是，的确我觉得你们专业的老师说话的语速是慢的。
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就是母语者的话，平常说话的语速是非常快的，这个可能也会就是听不太明白。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刚开始教汉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练习，就是有一个新老师培训的练习。这个练习呢是练习我们很慢的说话，很慢的说话其实很难，因为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你记得吗？就是关于这个说慢一点这4个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最早我们做过一个那个短视频，就是念着说慢一点4个字，然后当时这个短视频的播放量很高，所以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学汉语的人，他们其实有时候学习的第一诉求就是希望说这个语言的人可以说慢一点。对呀，如果他是一个初学者的话，说慢一点是对他们很有帮助的，就是他们可以听懂你说的话。就像你想啊，我们学泰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泰国人如果说的很快，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呢，我们也会跟他们说慢一点。对。哎，那大碗，我们今天为什么来亮马河呢？今天来亮马河是因为我们在附近吃了一家寿司店。对，我们去吃了一顿日料。那我们为什么吃日料呢？因为对，过2天我不是要过寿嘛，过寿就是过生日。大家不要听大碗的啊，过寿呢，一般是我们说给老人过寿，一般给年轻人我们不说过寿，我们说过生日。对，因为后天是大碗的生日，然后呢，我后天要上课，没有时间给他过生日，所以今天我提前给他过生日。那你觉得今天的寿司好吃吗？挺好吃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惊喜，因为呢，我没有告诉大碗今天我要带他去吃什么。哦，对，我还骗他了。对，他骗我吃水煮鱼。以前我在清迈的时候，我就告诉大碗，北京有一家我很喜欢吃的寿司店。然后呢，我也答应他来北京的时候，我要带他去吃。正好借他过生日的这个机会，然后我带他去吃了一顿寿司，体验感也很好。就是因为那个师傅他是在你面前，然后帮你做的这个寿司，对，一捏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赶紧把它吃掉。对，所以这个叫板前寿司。是，然后就体验感也很好，然后那个师傅也一直在跟我们聊天，然后还跟我们说一些寿司有关的知识。其实我很喜欢坐在板前吃寿司，因为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也很惊喜，因为后来他们送了我们一个面，对，然后那个面上面有那个胡萝卜刻的生日快乐4个字。因为我在订座位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是陪朋友过生日，所以就给我上了一碗乌冬面。亮马桥附近呢有很多很好吃的日料店，日料呢就是日本菜，然后叫日本料理，那我们简称日料。为什么这附近有很多日本料理店？为什么这个附近有很多日料店是吧？对，因为日本大使馆在亮马桥附近，也有很多的日本的公司在这个附近，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的很正宗的日料。所以这附近有很多使馆，这一片都是使馆区，比如说有德国使馆、加拿大使馆，然后澳大利亚使馆都是在这一片，然后土耳其使馆，然后呢那边在日本使馆附近还有美国使馆，然后法国使馆，还有以色列使馆，所以这个附近有非常多的外国美食。那你怎么知道这附近有这么多的使馆呢？因为以前我经常在这边上课，所以就是其实你对亮马河挺熟悉的。对，我对这个附近很了解，因为我以前经常在这边上课，因为这边有很多使馆，然后呢这边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所以呢我会来这边给外国人上课。那你之前上课在这边忙吗？很忙，我是2009年开始教汉语的，然后我从2009年到2014年经常在这个附近上课，有的时候我觉得平均的话每天要上8节课，一节课是50分钟，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吗？有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要去学生的公司，有的时候要去学生的家里，有的时候要去使馆。但是当时都是在这附近。对，那个时候都是在这个附近。我记得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还没有共享单车，
没有共享单车，所以你是走路。对，所以我就不会去太远的地方，我就会比如说，其实学校帮我安排课，它也会安排在附近，比如说走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多15分钟就到，然后近的话呢，可能5分钟就到了。那你是早上早起先坐地铁？如果我的课很早，比如说有的学生他们想上班之前上课，如果他是7点半上课的话呢，因为我家离这边非常远，坐地铁大概要1个小时40分钟。如果我的学生要7点半上课，那我最晚要5点50从家里出发，那我可能要5点就起床。那你那么早坐地铁，地铁上面人多吗？如果很早的话，其实人是不多的，但是如果稍微晚一点点，可能再晚半个小时，人就会非常非常多。所以是早高峰对吧？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早高峰。其实每次来亮马桥这边都会有很多回忆，因为以前真的在这边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这是你奋斗的地方。对，这是我曾经努力过的地方。我其实很喜欢这一片，因为这一片的环境很好，特别是现在有了这个亮马河以后。对，我会觉得其实这边第一是它很干净，它也有一些树，然后现在春天了还都是绿绿的，然后整个环境而且还比较现代，所以其实环境非常好。对，然后在这边散步，然后喝咖啡，非常的舒服。如果我要跟朋友约咖啡或者是约见面，我经常会约在这个附近。所以你当时就是一整天可能都在这附近走来走去，就是上课。对，比如说我早上我在那边那边的那个写字楼里面有一节课，那下课以后呢，以前是走路，但是后来呢，就是可以骑共享单车，然后骑到很快的骑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上一节课，然后呢再骑到另外一个地方再上一节课，这样。那所以就是那你怎么吃饭呢？以前有可能6、7年的时间，我经常会在学校里上课。那在学校里，就是下课的时候，可能有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吃饭。这个是上面掉的那个东西，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户外拍视频，我们想尝试一下。然后因为现在也是春天了，然后外面的天气很舒服，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在外面拍一次视频。但是在外面拍视频呢，就是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下来，或者是有人从后面走过，然后他们会很惊讶很好奇的看着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有一点害羞，就是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对，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外面拍摄还挺考验，对，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有时候比如说收音收不好啦，然后有时候可能一阵大风过来，然后回去一听发现那个声音都用不了。对，其实大家可能发现有前几次我都是拿着我的麦克风在说话的，但是呢视频发出去的时候呢是我后来配的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回家以后发现我们用这个麦克风录的声音都非常的吵，质量都不好。对，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对，其实挺难的，我觉得在外面拍东西。对，但是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所以你怎么吃饭？你是自己带吗？以前我会在一个培训学校上课，培训学校也是在这个附近，然后呢我会自己带饭，或者是会在网上买，然后就是中午在学校吃。然后有的时候太忙的时候，我的吃饭的速度就要非常快，因为我可能只有20分钟或者30分钟吃饭。然后呢这20分钟30分钟我不但要吃饭，然后呢还要准备我的下一个课。对，所以就是你吃饭非常的快，就是习惯是从那个时候养成。对对对，所以大碗经常说我吃饭太快了，就是没办法，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对，就是非常像那个龙卷风，就暴风吸入，然后可能10分钟20分钟，然后你就很快就吃完了，是我速度的2倍吧。所以你刚开始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吃饭太快了，对不对？对对对，吃饭很快。那你觉得我除了吃饭快，还有做什么事情比较快呢？我觉得你走路也非常快，走路很快。我觉得你走路就有点像我在跑。对，因为以前我真的是我跑着去各个地方上课的。对，所以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争分夺秒。对，是，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养成了走路非常快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不管是吃饭还是走路都特别快。我觉得在清迈前面半年的时候，你所有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你觉得我在清迈待了2年之后，现在吃饭和走路有慢一点吗？有，特别是吃饭。是吗？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好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好好吃饭，然后你的身体吸收了那些食物，然后你的身体才会比较好。有时候因为就吃饭太快了，消化也会不好。对，确实，其实吃饭太快对身体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吧，或者上班的人都挺需要速度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北京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因为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呢，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速度都要特别快，因为如果你慢一点，你可能就迟到了。对，所以那你那个时候来上班的时候，你除了坐地铁、走路，你还有什么别的交通工具吗？以前没有，就是后来有共享单车，我会骑自行车。你这有一个掉了个叶子。这个又是一个突发状况。对，就是后来我会骑共享单车，然后以前偶尔会坐公交车，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坐公交车，因为公交车可能会堵车。那一堵车呢，我可能就会迟到。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迟到的人。那你打车吗？我舍不得打车，因为太贵了。网约车呢？网约车也舍不得打，因为很贵。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回来，我发现国内1线城市不说，很多地方网约车其实还挺便宜的哦。然后你们没有电动车？对，我也发现很奇怪，就是我去南宁的时候，我发现南宁有很多共享的电动车。对，我们也说共享电单车。但是在北京，我们都是共享的自行车，很少有共享的电动车。我觉得在南宁，然后因为我是广西人嘛，然后我一直长期之前我都待在南宁，然后南宁是可能整个中国最多电动车的几个城市之一。哦，南宁，然后还有广州、深圳。哦，深圳就非常有名，就是我们那边电单车是非常多的，然后共享的电单车的数量也比共享的自行车数量要多得多，我觉得，多非常多。可能有一年突然间我发现，比如说一条街走上去一看，发现可能是10几辆共享的电单车中间有1、2辆共享自行车，然后大家是不会去骑车的，都会去扫那个电动的那个单车。但是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骑过电动车，我都是骑自行车。那你们会说那个共享的电单车或者是电单车，你们会说是电驴吗？哦，有的人说电驴。对，我们那边说电驴。驴是一种动物。对，我们喜欢说电驴，骑电驴啊什么的。我知道有这个说法，但是好像我自己很少说。反正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共享的电单车非常多。然后我刚来北京，我就发现这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那大碗刚才说电驴，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用词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学生问我说，这2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哪个用的比较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看，是在哪个城市。比如说在北京可能用这个比较多，然后呢，在南方，在上海可能用这个比较多。就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用词习惯。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他们经常跟我说，老师，我能听懂你说的汉语，但是呢，我一出去我就听不懂他们说的汉语了。对，好像哦，你说我们那边说电驴，我听说好像深圳喜欢说是电鸡。哦，电鸡，哪个鸡呀？鸡肉的鸡吗？对，就是鸡啊，鱼肉的那个鸡。但是我经常说的就是电动车。我们说电单车，本地的话喜欢说电单车嘛，单车也是自行车。单车好像广东那边也喜欢说单车，因为香港不是有一首歌好像也叫什么单车。哦，这样。哦，对，你说到这个用词习惯不一样，我还想到就是我们去南宁去桂林的时候，我们住在酒店，然后呢，我问那个酒店的阿姨要手指，然后阿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然后最后我指着那个手指，我说我要这个手指，然后他说哦，卷指。对，我们那边说卷指。还有就是如果是在桂林，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可能桂林人，因为我是桂林人，桂林人去到外面的外地，最震惊的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口指吗？我现在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对，口指就是那种专门说的，就是你一小包一小包的纸巾，
我们那边喜欢说口纸，因为一般会认为说用那个纸巾是擦嘴，嘴就是口，所以的话喜欢说是口纸。然后好像我记得我当时我去读书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在外地说这个词，然后就听不懂，别的人听不懂。对，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只有我们那边说这个词，所以只有桂林说口纸。可能哦，我一般会教我的学生说纸巾或者餐巾纸。对，就我们那边都说口纸。有很多人说在外面听不懂别的人说话，其实这个也不用太担心。我跟你说过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听不懂北京人说话。对，我还记得我们去天津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到天津打车，跟那个司机师傅聊天，我们也会就是要反应慢半拍，就是他说什么我们要反应一下，可能才能知道说哦他说的是这个。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也是在猜他的意思，因为他们有很重的口音，还是会很不习惯。所以即使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呢，我也常常听不懂中国人说话，这个很逗，对不对？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好，那今天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希望我们今天拍的视频可以用。我们也不知道画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我们的声音怎么样，然后呢，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的头发风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的头发有点乱，然后呢，我一直在整理我的头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如果效果好的话呢，那春天我们会经常在外面拍一些视频，大家也可以看看北京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吧，大碗。好，那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拜拜。